在办公室中，不要把自己的好玩当有趣。有一天早上，甲男在办公室泡咖啡，看到乙女拿着鲜奶去冰箱冰，就对乙女说：你的奶借我用一下，泡咖啡。如果你是那位女性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应该有不少旁观者会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但是这句话极有可能是性骚扰。别觉得自己很幽默，结果有可能哭都哭不出来。嗨，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。上面这个案例为什么安社工说极有可能是性骚扰呢？因为要看当事人对这句话的接受度如何。一般人来说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对话方式。什么是性骚扰呢？性骚扰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，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。在职场上的性骚扰是指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辞与行为，冒犯型的性骚扰，对于其造成敌意性、胁迫性、冒犯性之工作环境，以至于侵犯或干扰其人格尊严、人身自由或影响其工作表现。雇主对于受雇者或者求职者若以明示、暗示之性要求，这个部分称为利益交换型的性骚扰，具有性意味、性别歧视之言辞或行为，作为劳务契约成立、存续、变更或分发、配置、报酬、考绩、升迁、降调、惩处等之交换条件。如何判定是否为职场性骚扰呢？在工作平等法第12条第2项，性骚扰之认定，应就个案审酌事件发生之背景、工作的环境、当事人之间的关系、行为人的言辞、行为及相对人之认知等具体事证为之。即便是一般正常人的互动范围，但是从时间上观察有性意味、冒犯性，就是性骚扰。例如，同事间相互有好感，讲话时喜欢摸手摸背，如果同事闪躲表示不要，仍持续摸手摸背，相关举动就构成性骚扰。以劳动部2023年3月8日公布的111年雇用管理及工作场所就业平等概况，针对性别工作平等法实施情形及受雇者在职场就业平等实况，依性别工作平等法第13条，员工规模在30人以上之事业单位，以订立性骚扰防治措施、申诉及惩戒办法，占8/9。受雇最近1年工作场所未遭受性骚扰的比率，男女分别为9/7跟9/9。女性遭到性骚扰之加害者，以同事有1.5%及客户占
1.2%。申诉后，大部分的女性认为有改善。男性遭受性骚扰之加害者以上司占 0.6%， 及同事占 0.5%。申诉后，男性认为没有改善，有 0.7% 的女性， 0.2% 的男性有提出性骚扰申诉。未提出申诉者，女性占 2.6%， 男性占 1.1%。 未提申诉的原因主要有：当开玩笑不予理会，女性就占了 1.6%， 男性占了 0.7%。 也有担心提了申诉会失去工作，担心别人闲言闲语和不知道如何申诉。性别工作平等法对于性骚扰的防治有专章说明，但是只有2条。第12条定义在哪2个条件下是性骚扰，第13条雇主的责任有哪些。就这样，回到上面我们讨论鲜奶的案例，在13条第1项，雇主防治性骚扰行为之发生，其雇用者在30人以上，就应该订定性骚扰防治的措施、申诉、惩戒的办法，并在工作场所公开揭示。13条第2项，雇主知悉前条性骚扰之情形，应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补救措施。所以雇主知悉有这样性骚扰的事件，就必须立即做到有效的纠正跟补救，确实的维护当事人的隐私。雇主处理性骚扰之申诉，应以不公开的方式为之，可以由雇主与受雇者代表共同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。申诉处理委员会得通知当事人及关系人到场说明。申诉处理委员会应为附理由之决议，必得作出惩戒或者其他处理之建议。申诉应自提出起2个月内结案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1个月，并通知当事人。申诉人及申诉之对象对于申诉案件之决议有异议者，得收到书面通知起20日，以书面提出申复。性骚扰行为经调查属实，雇主应该视情节的轻重，对申诉之相对人做出适当的惩戒或处理。如经证实有诬告的事实，亦对申诉人为适当的惩戒或处理。我们回到性别工作平等法有关于救济申诉的程序，在27条里面有赔偿责任的归属，28条雇主应负的赔偿责任，29条非财产上的损害与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，30条损害赔偿请求权为10年为限，34条诉愿的流程。在罚则的部分，第38之1条违反第13条第1项后段第2项规定者，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锾，公布姓名、名称、负责人名称，并限期令其改善，届期未改善，应按次处罚。因此，在性别工作平等法中，公司是有责任的，有行政的处罚，连带的赔偿。如果你的公司有政府采购法，那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当中。在工作，请保护员工，员工之间也不应该以玩笑嬉戏的方式产生性平的问题。我
是